2025年的日本可谓大新闻不断，前有小泉官4代智斗农协老帮菜，后有大阪世博会为去甲烷开井盖，可谓相当精彩。等到6月又传出一则大阪世博会中国馆拖欠工程款的消息。东大加拖欠这俩凑一块，不少人标题都没看完，直接定义什么文化输出、老中真坏、传统艺能，各种词儿蹭蹭往外冒。哎，等会儿不是规定场馆必须日本建筑商承包吗？这钱到底谁没给呀？我再一查，好家伙，果然是日媒经典新闻学。更抽象的事儿，世博会的整活还远不止于此。大家好，我是干完一顿小龙虾的星辰。是的世博会已经开幕2月了，都怪董王天天搞大新闻，估计你们连有个叫泽连斯基的小伙子都快忘了，更别提世博会。开幕前我聊过一期什么2亿厕所工程延误、抽象吉祥物，现在问题来了，场馆欠费咋回事呢？大屋顶环还好吗？本届世博会又有哪些独具日本匠心的设计呢？我查完资料只能说，日本这些年树立的细节先人形象基本被破了个粉碎转发加点赞，这就是大阪听世博会说。For them, Osaka, Kansai will be a life-changing experience. 大屋根リングの柱に虫がびっしりと張り付いています。ちょっと気持ち悪いですね。大丈夫？いやもう全体的に上がってます。正所谓建设世博馆没有收到工程款，混蛋真大阪。先说个好消息虽然场馆没建完，但日本不辱使命，把开幕式准时办了。可能很多人没看咱一起欣赏下。开幕第2天，安哥拉馆紧急关闭，官方解释是技术性调整。尼泊尔、印度等5国也继续施工。按说这倒没啥，问题在于世界博览会国家级项目闭馆原因比较离奇的赖账烂尾了。5月先是被欠款的4家安哥拉馆承包商成立受害者协会，在发布会声泪俱下控诉日尼玛给钱。这下安哥拉政府也懵了，我掏钱参加世博会，开幕2月门没开，现在还被公开投信，但钱早打给总包了呀。一查，嘿，您猜怎么着？总包大人不吃独食儿，接单后付过了分封制层层外包，也不多，就转了6次。5月4级承包商停止打款，理由是3级分包拖欠4300万工程款，而3级分包商已读不回。当5级分包带着记者找上门后，人回了句不好意思呀，自家员工把装钱保险箱偷走跑路了。好消息是，日本政府设立了世博贸易保险，专门赔偿未支付的海外展馆费用。坏消息是，部分总包压根儿没买保险。好消息是，总包分包都是日本公司，只要政府出面，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坏消息是，世博会协会和大阪府均表示这是民间问题，又不是政府签的合同。斯密马塞。另外，尼泊尔馆被曝转包了8层，马耳他馆欠款高达1.2亿日元。同样的，还有中国馆，去年11月2级分包被大阪的1级分包欠了3700万，原因是名古屋的总包欠1级分包1.1亿，但中国也早付钱了呀。最骚的是日媒打出大标题世博中国馆拖欠1.1亿工程款，安哥拉和马耳他150人受影响，就是不说到底谁没付钱。而据世博会协会透露，其他馆呢也有同样问题。
只是还没被暴露出来。当然啊，还是有好消息的。就在讨薪沸沸扬扬之际，世博园旁边的另一个国家级大工程，由大阪府和美国美高梅集团联合打造的日本首座以赌场为特色的大阪度假村正式开工，关西大妈激情发牌，皇国兴废再次一注。5月开始啊，园区出现大量飞虫，世博协会疑惑的搜查一遍后发现，发源地位于圆环南面的死水池，中译中叫臭水沟。对啊，就之前地基塌的地儿啊。原因也很简单，由于气温上升，加上整个场地都是建在垃圾填埋岛，场馆又处于潮湿的海边，3 buff 叠起来直接成了养蛊池。还记得荣获吉尼斯纪录的世博会地标，世界最大单体木结构建筑大屋顶环吗？由于这个天然无漆全木的大圆环压根儿没考虑防虫防腐的细节，导致飞虫大量附在大屋顶环，顶部木柱密密麻麻全是飞虫，他们还一路飞入会场参展，甚至会随机挑选幸运观众帮忙补充蛋白质。世博笑赚之重重爆。更离谱的是，解决办法呢也极具日本特色，他们专门请来专家解释，这是谣闻啊，不咬人不吸血，但吸入尸体可能引发哮喘或过敏。我们正与专业公司紧急协商办法，尽快安杀虫灯，撒杀虫剂啊！斯密马赛，一波未平，一波再起。5月29号，大阪卫健所通报，大圆环南面的水广场检出了军团菌，又是同样的位置，这哪是大屋顶环啊，分明是培养皿啊！小提嘴啊，相比于不咬人的摇蚊，这玩意儿可是致病菌。2023年就报过日本知名温泉1年换2次水，军团菌超标3700倍，致游客死亡的案例。更离谱的是，5月26号，大阪卫健所送检，29号报告检出军团菌，31号发现军团菌超标20倍。那这段时间他们忙啥呢？答：每天按时举办喷泉灯光秀，直到6月4日才暂停喷泉表演，图啥呢？图160呗。对此啊，世博协会是这样说的：それぞれ最速で皆様にお知らせする場は作れた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这下真是耳听蚊虫声，灯下闲看病毒喷，杆菌又微生。虽然前期宣发略有失望，大会形象也难忘，建设资金没有到账，分包公司直呼上当。好在园区设计更加抽象，整个世博园专门请了20个年轻设计师团队负责，然后设计师们就给大家小刀拉屁股，开了个大眼儿。这是专为2岁以下儿童设计的园区儿童厕所，开放式，男女不分，毫无遮挡，一览无余。如此匠心，自然招致家长一通怼。太显眼了，陪小孩怎么办？设计完全忽略了孩子的心理，这是方便互相学习懒死的吗？白给了。世博协会的解释是，咱幼儿园厕所也这样，问题在一个在日均10万的陌生人的公共场所，一个几乎全熟人的私密学校，这一样吗？还有啊，日媒居然管这叫中国式厕所。槽点啊，远不止于此。上一期客串的2亿的设计师厕所也出场了。怎么说呢？厕所种类相当丰富，除了普通男女，还有40%男女混用的全性别厕所，每个独特设计，指示图标很有创意。为了凸显理念，设计师特地设计了出入完全相反的单行道双开门小隔间。结果证明啊，这真是远看大桥未久，近看大脑没有。因为单开门导致入口的人压根儿不知道进去的人出来没有。好消息是门口有指示灯，坏消息是哪怕知道这种反人类设计，架不住信号灯经常坏啊，有些灯一直亮，大家乖乖排队，发现厕所早没人了。门锁也是问题，如厕正确流程是入口进去，按一下入口门边按钮锁门，如厕。洗手前呢，再按出口按钮解锁，从另一侧出啊。如果这套仪式没走完，恭喜你，要么锁不上，要么锁死出不去，成功填补了厕所领域没有宫崎英高小故事的空白。当被整出了一肚子气的游客骂上热搜后，设计师解释道：我们的理念是从入口进去，从出口出来，能看到梦岛保存的生态系统，希望游客方便之余思考人与自然共存。很喜欢弹幕的一句话啊，不是一个物品的正常设计，难道不应该先考虑实用性，之后再考虑美观和理念吗？这什么本末倒置啊！大阪世博的这些事儿放柯南里，高低能拍部剧场版呐。公
刚刚获得吉尼斯纪录的世界最大木建筑摇摇欲坠的大屋顶，诡异的吉祥物无处不在，只能从一侧打开的厕所形成的密室，严重超标的病毒事件隐藏着幕后黑手，数亿元的天价巨款不翼而飞，大阪万博会场上笼罩的重重迷雾。身体虽变小，但头脑一样棒，任何难题都能解开的名侦探，真相永远只有一个。早在2014年，大阪喊出了首个全面实施无现金的世博会口号，这在至今仍在用传真软盘的日本可谓是地铁见到能天使，自信又激动啊！那怎么无现金呢？答：禁止园区使用现金，为此甚至把自动贩卖机投币口堵住了，效果非常显著啊！开幕第一天有14万游客，世博园基站拥堵，导致信号不好，刷不出入场码，刷不出码排队就更长，排队更长，大家继续刷手机，刷手机导致信号更差，这下成了死循环啊！为了避免拥堵，官方建议游客提前打印入场码，拿着入场。你们那儿的二维码不加密吗？当然啊，相比那个设计落后、人类文明10年的入园预约网站，二维码已经算小问题了。还有，开幕当天遇上下雨，按说这事似乎不算严重，但是世博园大多数休息区设计压根儿没考虑雨天，因为它没顶，倒有不少凉亭，就是不知道哪个天才设计的。为了打造独具吸引力的休息设施，他们在顶部竖了750块坚硬的花岗岩遮阴，每块重90至250公斤，离地最高9米啊，来回绕了好几圈，一旦出事儿，绝对没有差评。好消息是，大屋顶还能躲雨，但椅子设在西侧，大木架子周边毫无遮挡，坐那儿风一刮，游客立刻体验落汤鸡。到底是什么细节控能如此反向啊？柏林机场看了都得给你磕一个，德国斯图加特火车站得管你叫大哥呀。运营方面，官方鼓励游客轻装出行，为此只要带轮的行李箱无论大小一律禁带。什么远道而来参观的游客好说，园区可以寄存行李，但要收1万日元哦。更难崩的是，你都收钱了，现场居然最多允许寄存200件，而开幕当天游客有14万。至于部分场馆漏水，食堂饭菜太贵，还要交550日元座位费。唯一直通孟州的铁路因故障停摆1小时，导致游客滞留。还有把比亚迪车标抠了，吹国产自动驾驶就不说了啊。对了啊，那个足以入选10大高级设计但蠢到出奇的设计师厕所，平面图长这样啊，主打一个密室逃脱级别的如厕体验。开幕当天还全堵了，前来的游客呢只能感叹一句：我逛的世博会有很多蚊虫，但我见到的能用厕所真的没几个。好家伙，难道设计师是为了致敬游戏王吗？不是那个人巴黎奥运会槽点也不少啊，但人家至少是独立槽点，你这还带连锁的是什么鬼啊？弹幕里的吴彦祖可能要问了，哎呀，你不是说票卖不出没仨子吗？首先呢，世博协会目标是半年展期，吸引2800万游客，预计平均每天15万，但开幕当天就14万人，第13天才破100万。而2010年上海世博首日游客是20万，1970年大阪世博开幕第2天也有16万人。日本的世博会办得一届不如一届，这就是成语日薄西山的来源。此处我有一联，上联不用现金不用排队，吃饭座位还收费，下联未来科技未来生活，上个厕所都折磨。大声告诉我，2025年大阪世博会主题是什么啊？对，构建未来社会，想象明日生活。那他们展示出什么科技产品呢？举个最有名的例子吧，洗人机。应该说想法不错啊，该仪器概念首创自前奥地利艺术家阿道夫先生。问题在于现阶段类似于一体式浴缸加个罩，就算是为了行动不便的老人设计，但从成品到设计依旧漏洞百出。老人怎么躺进去啊？怎么出来？衣服怎么办？甚至烘干都没，细节0分啊！我的评价是不如找手工梗，估计他能做个能健身、带烤串、兼具电影 KTV 功能的洗澡机。对了，还有那个飞行汽车，从最初信誓旦旦承诺世博期间开通空中载客，开幕前改为演示飞行，我当时就说要出事儿。果然4月27号演示飞行时，演着演着螺旋桨零件脱落，不得不暂停。都说科技改变生活，设计造福人类，但从本届世博会来看，无论是花2亿体验密室逃脱
脱的厕所设计，还是堵头闭口强推无现金，非但没解决问题，反而增加问题。设计师光顾着自嗨，完全没把游客感受放眼里。不可否认，上世纪由于经济文化领先的因素，国人对日本有了许多不切实际的仰望。自此之后，类似日本匠人精神、马桶刷8遍的高论甚嚣尘上。但随着失去30年的衰退，如今它正变得越来越去实向虚。很难想象2025年世博会的日本展品居然是洗澡机、垃圾处理以及2000年发现的火星陨石。相比之下，美国展品是上世纪70年代的月壤，中国馆展品则是蛟龙号模型、机器人及最新月壤。对了，我把上海世博到本届大阪的吉祥物和场馆设计列出来了，大家感受下。2025年7月8日是安倍晋三遇刺3周年，作为战后日本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在他任内完成了深奥申博，并通过安倍经济学试图扭转经济，让战后日本迎来了第2长的经济景气期。在他成功申办大阪世博会的2018年，日本名义 GDP 近5万亿美元，位列世界第3，而等到举办的2025年，日本 GDP 已萎缩至4.2万亿，即将被印度超越。1970年代处于繁荣期的日本，在大阪世博会上以人类的进步与和谐为主题，向全球展示了一个社会进步、科技发达的日本。但自2020年开始，无论东京奥运的诡异开幕式，还是飞虫排队的大阪世博会，从筹划到建设到运营，处处都充满匪夷所思的问题，缺乏起码的细节掌控能力，见不到丝毫所谓的工匠精神。通过世博会宣告兴衰，也透过世博会展示衰落。在经历失去的30年之后，如今日本正迎来失去的40年。无论是国家发展或是社会进步，无论办一场盛会还是做一个产品，脚踏实地才是最重要。